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。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风儿啊，这是什么虫子呀？看着怪瘆人的。父皇，莫儿说这是小螃蟹，今日在小溪里抓的，您尝尝。小溪抓的虫子能吃吗？万一吃了中毒怎么办？还真是瞎搞。父皇，莫儿说这玩意儿补钙，让您多吃点。补钙？补什么钙？顾的天灵盖和膝盖都挺硬的，不用。父皇，此钙非彼钙，反正儿臣也说不清楚。莫儿说的这玩意儿吃了对身体好，要不您问问他。他那么小，他说啥你都信呀？信，因为她是儿臣的宝贝女儿，而且是学医的。小丫头，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啊？皇祖父，我们中午就吃过了，要是真的有毒，还能拿回来给您吃吗？来，您快尝尝，很香的。皇祖父，小八妹说这个补钙会让您腰好、腿好、身体好，真的很香哦。太上皇鼓起勇气，将小螃蟹塞进嘴里，尝试着嚼了几下。太上皇一吃就上瘾，太后也是鼓起勇气尝了之后，越吃越是喜欢。小丫头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？这玩意儿是何人告诉你可以吃的？母后，您就别问了，这个人啊，咱们谁都不认识，还无缘相见。那可是莫儿梦里的老道士，教莫儿唱歌跳舞的那个。儿臣怀疑啊，那就是个老神仙。哦，本宫明白了。这玩意儿看着挺瘆人，吃起来还蛮香的。在哪儿抓的呀？明日带姑一起去。没了，抓完了。叶楚风赶紧回答，生怕白阡陌或者叶慕辰答应。出去训练又不是出去玩，带太上皇去可不合适。叶楚风可是太上皇的亲儿子，自家儿子脑子里想什么，太上皇不敢说全知道，但也能猜个七七八八。抓完了，风儿，你老子还没老到头晕眼花的地步，这种谎话你也想拿来骗你老子？笑什么笑？赶快吃饭。皇祖父，父王就是骗您的。这小棉袄漏风成这样，还能要？不过我们明日不去山里，今日救治的老奶奶病得挺严重的，最近几日都得去给她治疗，孙女还得多跟着师傅学习医术呢。还好，这小棉袄还能要。晚饭过后，白阡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准备从空间里取出一点酸酸糖给九公主，却意外的发现别墅里居然还有一些蔬菜种子。七哥，快出来，给我干活去！叶慕辰一听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白阡陌面前。八妹，干什么活？挖地。挖地？八妹，你要挖地干嘛？让下人挖不就行了？你这么小，挖什么地呀？七哥，我想在我房间外的花坛里种东西，试试看能不能种出来。快来帮我挖，活动活动，消消食嘛。你想种什么？八妹，不管你想种什么，你都不许挖地。你那么小，又是咱们王府的八小姐，这事是你干的吗？挖地这种事情，在王府有下人去做，你等下人把地挖好了，你再去种就行。你要是闲不住，七哥陪你练功去。七哥，挖地也可以锻炼手臂的力量，我想自己挖地就是想锻炼臂力呀。这么小的小锄头锻炼臂力，八妹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七哥，别用这种怀疑的眼神看我的小锄头，我也想拿大大的锄头，把子太粗了，我的手这么小，根本就捏不住，而且太长了，我怎么挖地呀？叶慕辰非常霸道地抢过白阡陌手上的小锄头。哎呀，这就不是你该干的活，练功去，等下人把地翻出来，你再来种就行。就你这小锄头，也挖不了多深。那好吧，练功去。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。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老爷爷，你的儿女们他们的条件如何啊？都还算可以，虽然算不上富裕，但也吃穿不愁。这就有点过分了，老人家辛辛苦苦养育4个儿女，到头来人老了，失去了劳动力，4个儿女都不管老人，这还是人吗？不说多孝顺，至少也得让老人吃饱穿暖，老有所依吧。老爷爷，你的儿子女儿家在哪儿啊？小公子，你问这个作甚？当然是去要诊金呢。本公子的师傅和八妹给老奶奶看病，当然得让你的儿女付诊金。这老头慌了，或许小公子和他的师傅能要到诊金，可等他们一走，自己和老伴儿就得遭殃啊。小公子需要多少诊金，小老儿这就去想办法，您还是别去找那几个畜生了。你给不起，我们就要找你的儿女，说吧，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？你们要多少诊金？100两。这骆九婴看着2个气呼呼的宝贝小徒弟，知道他们已经手痒想揍人了，那样不孝的儿女也确实该揍。你就告诉他们，你确实付不起老夫的诊金。老头只能将4个儿女家的住址都告诉了叶慕辰和白阡陌，3个儿子
子都在附近，只是女儿家住的比较远一点，但也没有离开京城。问清楚老头4个儿女的名字后，叶慕辰气冲冲的就要带着九公主他们出门。七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老奶奶施政后跟你一起去。群殴不孝子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他呢？小九、小米、香儿，等会儿你们就看着我和七哥，我和七哥动手，你们就跟着动手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给我往死里吹。知道了，往死里吹。奴婢全都听八小姐的。很快，小家伙们来到老头的大儿子家门口，白阡陌上前敲门，一个看上去接近40岁的女人出来开门。你们找谁？白阡陌眼珠子一转，指着香儿一脸奶凶的回答：我们来找他的爹爹。香儿懵逼中，奴婢的爹在这儿啊！叶慕辰、九公主和司徒敏也懵了，不是来揍人的吗？怎么给香儿找起爹来了？女儿一怔，你们找错人了吧？大婶儿，这里是李大牛家吗？是啊，那就没错，香儿的爹爹就叫李大牛，他娘生病了，需要银子看病，可是他们娘俩就靠着李大牛养着，没有银子啊。香儿他娘就让我们来找李大牛要银子，这个地址还是香儿他娘给的呢。中年女人一听，立马明白过来，她男人这是背着她在外面养女人了。李大牛，你跟老娘滚出来！娘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白阡陌一把拉过香儿，凑近她的耳朵低声道：快叫爹！奴婢的爹不是他呀！演戏你懂不懂？快照我说的做。爹，你叫谁爹呢？谁是你爹？你认错人了吧？说话演戏呢，假装你和你娘被你爹抛弃了，懂吗？香儿这下明白了，一脸难过的道：爹爹，你怎么可以不认女儿呢？您不是说您会照顾娘和香儿一辈子吗？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不对，你谁呀？咋还跑来乱认爹了？香儿也是个会来事儿的，偷偷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，眼泪瞬间蓄满了眼眶。爹爹，您怎能如此狠心？我是您的女儿香儿啊！娘没生病的时候，你还经常去看我和娘。自从娘生病了，您就再也不去了。好歹娘跟您一场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演的也太好了。不是，你娘是谁啊？老子都不认识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老子打断你的腿啊？好你个李大牛，你胆肥了，居然敢背着老娘在外面养女人，打死你！哎，娘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孩子，我真的没有养什么女人，他们就是来骗银子的。爹爹，我娘都快死了，您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您可是亲口说过的，您这辈子心里就只有娘一个女人的，家里的母老虎，您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没想到您都是骗娘的，娘啊，您怎么那么傻？怎么就相信了爹爹这样责任的臭男人了呀？我的个乖乖，香儿这是跟谁学的？牛啊！你娘在哪儿？你带我去看，我也要向你娘证实一下。你要真是李大牛的女儿，老娘拿银子给你娘治病。呸！这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倘若这事是真的，这女人只会对香儿和她的母亲动下杀手，斩草除根，让她拿银子比拿她的命还难。否则又怎么会让老头和老妪住羊圈房，死活都不闻不问呢？哎，自己的女儿都不认，还算什么男人？香儿，这种男人不配当你爹，不要也罢。但你娘跟了他那么多年，啥好处也没捞到，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，耽误了这么多年，这种骗女人的男人真该死！一句揍他丫的就是信号。几个孩子一拥而上，对着李大牛拳打脚踢。中年女人眼神凶恶的想将白阡陌拎过来暴揍一顿，刚伸出手就被叶慕辰一脚踹在肚子上。中年女人捂着肚子向后滚了2圈，爬不起来了。这一脚还用上了体内那不多的内力，但也够中年女人喝一壶的。白阡陌也用上了体内那少得可怜的内力。李大牛只是个普通人，被揍得嗷嗷直叫。九公主、司徒敏、香儿力气小，又没有内力，但他们却不笨，哪儿疼往哪儿打，打不动就薅头发、掐肉肉。九公主甚至奶凶奶凶的用嘴咬，最后连司徒敏和香儿也学着九公主张嘴就咬，场面那叫一个惊心动魄。呸！不负责任的臭男人！以后小姑奶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我们走。呸！九公主他们有样学样，学着小嬷嬷吐了口水后扬长而去。离开李大牛家，叶慕辰带着几个小家伙往老头的二儿子家走去。八小姐，等会儿奴婢还是要演李二虎的女儿吗？不用啦，同一个办法用多了也不好，他们可是亲兄弟，见面总会拆穿的。那要演什么？见机行事就行，得看敲门后谁开门啦。千陌妹妹，这次要演就换我来演吧。你不合适。为何？你这身衣裙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穿得起的。你演李二虎的女儿，李二虎买
买得起这样的衣裙给你穿吗？啊，对呀，哎呀，我真笨，这都想不到。看来我还得多吃点小螃蟹，补补天灵盖。这个梗还能不能过去了？你们找谁？大叔，我们几个出来玩迷路了，找不到父母，现在又累又渴，你能给我们点水喝吗？李二虎看了看四周，确实一个大人都没有。李二虎眼里闪过一丝算计啊，当然可以，快进来，都饿了吧？大叔给你们弄点吃的。白阡陌敏锐地捕捉到李二虎眼里的算计，却装出满脸感激又天真的样子。多谢大叔，你真是大好人。等我们找到父母，一定让我们的父母好好报答你，给你多多的银子。李二虎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但他可不想只要这几个孩子父母感谢的银子，他想要狠狠敲诈一笔，想要后半辈子过上有钱人的生活。几个小家伙一进入，李二虎就迫不及待地跑进屋。白阡陌和叶慕辰对视一眼，悄悄地走到窗户下面，凑近耳朵听李二虎和他妻子的阴谋。娘子，快去弄点好吃的，外面来的那几个小萝卜头可是咱们的财神爷。就这么几个小破孩，身上能有多少银子？还财神爷呢？来蹭吃蹭喝还差不多。你呀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他们身上没银子，但他们的父母有啊。你没看到那几个小破孩身上穿的衣服，那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起的布料吗？快去弄点好吃的，只要把这几个孩子留住，然后出去找到他们的父母，让他们的父母拿银子来赎。一个孩子要200两，5个孩子1000两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快去弄吃的。听到这里，白阡陌和叶慕辰赶紧回到原位。李二虎开门出来，手里端着2碗水。孩子们，请休息一下，喝点水。大叔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的父母，让他们来此接你们。多谢大叔。李二虎出去后，爸们，现在可怎么办？要不咱们现在就冲进去，先把那个恶女人揍一顿。七哥，咱们虽然是小孩子，但不能无缘无故揍人，找个理由才行。他们那么不孝，把老奶奶他们赶出去住那么破的地方，揍他们还需要别的理由吗？要他们把老奶奶他们赶出去，那是他们的家事。我们要是用这理由揍他们，会连累老奶奶他们的。那他们还想下药害咱们呀？证据呢？我都亲耳听到了。七哥，要眼见为实，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等他们自己送上来能让我们揍他们的证据。八妹，我怎么感觉你才是姐姐一样，什么都想得比我这个七哥还周到。白阡陌一怔，最近这段时间他自己表现得太成熟了，完全不像个孩子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连七哥都看出来了，他必须得做出改变，得保持童真才行。以后还是努力学习，做好一个孩子，尤其是在大人面前，总甩锅给张三丰也不是个事儿。七哥，我只是不想给父王母妃惹麻烦，所以想的比较多一些。嗨，八妹，咱们的父王像是那种怕咱们惹麻烦的人吗？不像，那咱们去揍人吧。好，还想问本公子的父母要赎金，打死你这个坏女人！就是打死他，坏女人，打死你，坏女人，坏女人，咬死你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李二虎，救我呀！你，哎呀，打，坏女人，打死你！突然，院子里传来脚步声，叶慕辰将白阡陌护在身后，躲在厨房门边，准备偷袭李二虎。在看清来人正是李二虎的瞬间，砰的一声，李二虎眼珠子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太不经打了。香蕉爱梨，苹果爱梨，统统拿来洗，统统拿来洗。莫尔丫头，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？要到枕巾了？师傅，就要到这些。够了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很厉害的。好，没受伤就好。这些银子你收好，不要让你的儿女知道。恩人啊，这银子小老儿不能要，银子还不够您的枕巾呢。老夫不要你的枕巾，这银子你赶快收起来，给你老伴买药，最好是挖个洞埋起来。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有那么些银子。是，多谢恩人，小老儿永世难忘。大街上，2队官兵正在老头2个儿子和1个女儿的带领下，满大街寻找白阡陌他们。李三娃指着白阡陌一行人大喊：就是他们，就是那几个熊孩子！站住！真的给我站住！谁都不许动！那不是摄政王府的骆大夫和七公子吗？那谁敢惹你？那想死别拉老子垫背啊！摄政王府的七公子能抢你家的银子？你算个球啊！明明就是他们上门说什么保护费不给还打人，难道我这一身伤还能弄虚作假啊？摄政王府的七公子还就他打得最凶。等等，摄政王府的七公子告的是摄政王的儿子，不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吗？摄政王的儿子就可以抢老百姓了吗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晨儿，你们打人
抢人家银子了？师傅，我们都是小孩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大人？胳膊能顶得过大腿吗？谁家小孩那么小能打得过大人？难道草民还能自己把自己打成这样啊？李大牛梗着脖子指着香儿道：还有他还说草民是他爹呢，说什么他娘生病了，让草民给他拿银子，草民都不认识他呀。你都不认识他，他会叫你爹？就你那熊样，你生得出这么好看的闺女？他要是真愿意叫你爹，图乐着吧。官爷，这不是叫爹的问题，是讹银子的问题啊！你自己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人家这些孩子身上的衣服像是穷人家吗？人家讹你银子，笑死人了！你家所有的银子拿出来，能买得起人家身上的一套衣服？小兄弟，把他们都带回官府，你派人去摄政王府走一趟，请王爷去官府，老夫要告他们诬陷老夫的小徒弟。是。李大牛三兄妹傻眼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原告成了被告。官爷，我们三兄妹才是受害者呀！哦，你们是三兄妹，那为何只有你们三兄妹受伤被抢，别人怎么就没事了？这事有蹊跷，回去官府让大人审清楚吧。带走。刚到府衙门口，叶楚风也赶到了。陆老哥，怎么回事？这兄妹三人污蔑陈儿和几个孩子打他们，还抢了他们的银子。抢了多少？老夫怎么会知道？陈儿和墨儿他们一直都跟在老夫身边，我们是出去给人看病的，哪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？陆九英装的一脸无辜，不承认莫尔他们出去群殴了不孝子，就怕这几个不孝子回去后拿李家老两口撒气。好大的胆子，敢污蔑本王的儿子和女儿，还有当朝九公主，简直是活腻了。走，进去找徐大人，让徐大人好好审一审。这下李大牛和李春花彻底傻眼了，他们现在才知道这几个孩子他们都惹不起，要是早知道这几个孩子身份如此高贵，打死他们也不敢来报官啊。还有就这个 feel 半爽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，全身都麻了。二哥和三哥给白阡陌揉着小短腿，四哥五哥给白阡陌揉着小手臂，六哥七哥，我的腿也麻了。你自己没手吗？麻了不会自己揉揉？自己坐下揉揉。就只帮小八妹揉，我也是妹妹好吗？你是太子皇兄的妹妹，想揉你找他去啊。我不敢，不敢就自己揉。哦，九公主认命的自己揉着小短腿。小九，你可是姐姐，比八妹大，我们呢给八妹揉是因为她小，你都这么大了，可以自己揉对吧？对哦，我可是姐姐，可以自己揉，以后还要保护小八妹呢。这才有当姐姐的样子嘛，当姐姐就得照顾妹妹。我记住了。这一幕落在皇上的眼里，皇上抽了抽嘴角。正说燕儿从王府回去变得比以前懂事一些，原来是如此变懂事的。怎么心疼了？儿臣不是心疼，是欣慰。不慌，燕儿现在比以前懂事了，而且不会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哭，还蛮横无理，这可是好事啊。没错，你把他交给皇后这事做得对，做得更对的就是让他跟墨儿小丫头在一起。你是不知道呀，墨儿小丫头除了吃饭休息的时间，其他时间都在学习。别看她才4岁，每天什么时间该做什么，她自己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跟这样爱学习的孩子在一起，嫣儿也会受到大的影响。不慌，儿臣还想让太子去王府住一段时间，让他也好好学习学习。你可拉倒吧，太子都多大了，你让他去王府学什么呀？他去王府，别把姑的小乖孙都给带坏。不慌，太子也没您说的那么不堪吧？太子有多讨厌嫣儿，有多讨厌小孩子，你不知道呀？王府那么多孩子，他能安心在王府学习？不对，宫宴的时候朕没发现太子讨厌墨儿丫头呀。反正姑不同意太子来王府，别让他来打扰姑的清静。回去得再问问太子，是不是所有小孩他都讨厌。七哥，我们去看看金鹰吧。好，两只金鹰见到两个小家伙，立马把脑袋往两个小家伙怀里钻。好啦，过几天带你们去剔骨城玩，给你们烤鱼吃。雌鹰低叫两声，兴奋地用嘴巴叼着白阡陌的衣裙，不停地往他的后背上拉。雄鹰亦是如此，叼着叶慕辰的衣服拉个不停。两个小家伙爬上金鹰的后背，金鹰啾啾叫两声，展翅高飞。听到动静的叶楚风和骆九鹰追过来，两个小家伙已经被金鹰带着飞老高了。这两个孩子又要去哪儿？老夫也不知道，不过不用管他们，有金鹰在，他们不会有危险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两个小家伙要出去也不知道说一声，真是的。阿姨，
金鹰带着2个小家伙兴奋的在京城上空飞了一圈，才返回王府。太子叶为民手里拎着礼物来到王府。太子皇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皇兄就不能来给你的八妹庆生？能，当然能。不过太子皇兄，你不是最讨厌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吗？皇兄是讨厌你们这些小孩子，不过没说过讨厌小老八。小老八，过来。太子哥哥18岁的太子单手将白千墨抱起。这个呢，是给你的生辰礼物。别听你七哥胡说八道啊，皇兄才不讨厌你。太子哥哥，那你为何讨厌他们？因为他们调皮捣蛋，还哭鼻子。我什么时候哭鼻子了？你没哭鼻子，但你调皮捣蛋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哎，小老八，听说你有一只金鹰，带哥哥去看看如何？好呀，在后院呢。2只金鹰见到陌生的太子，满眼警惕。太子依旧抱着白千墨，远远的看着2只金鹰。嚯，不错呀，居然有这么大的2只，以后去哪儿啊都不用骑马坐马车喽。嘿嘿，想去哪儿可以骑着它们就飞去了。太子微微一笑，忍不住开玩笑。小老八，把你的金鹰送给皇兄如何？白千墨一愣，瞪大双眼，一副活见鬼的表情。太子哥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看哥哥像是开玩笑吗？不行，太子哥哥，金鹰不能送给你，这2只金鹰是一对，是不能分开的。就算我愿意送给你，但金鹰也不愿意跟你走的。哥哥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要是把金鹰带回皇宫里啊，我都怕他们绝食自杀。还是你好好养着他们吧。太子抱着白千墨往前院走去，就遇到来找白千墨的9公主。太子皇兄，啊，你别过来啊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跟着我。太子皇兄，我要找小八妹。小老八现在没空。太子说完，抱着白千墨加快脚步，一秒也不愿意和9公主多待。嘿嘿，太子哥哥，小九现在不哭鼻子了，是被大鹅咬了，都没哭鼻子哦。是吗？还被大鹅咬了，居然没哭？哪没有哭？既然如此，太子哥哥也不喜欢他，他就是个麻烦精。小九已经改变很多了，真的。但这话白千墨没有说出口。总有一天，太子皇兄会发现小九的改变，他自己发现比别人跟他说更有说服力。小老八，给太子哥哥唱首歌如何？怎么不愿意给皇兄唱？不是，太子哥哥，你想听什么歌啊？你随便唱，你唱什么，皇兄就听什么。好吧。池塘的水满了，雨也停了，大哥哥好不好？咱们去捉泥鳅。好，明日皇兄就带你去捉泥鳅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皇兄还能骗你不成？谢谢太子哥哥，我捉泥鳅人少了不好玩儿。那你还想叫谁一起去？所有人一起去，小九也去。叫上你七哥可以，能不能不要叫上小九？出去玩人多才热闹，跟你一个18岁的大哥哥出去，能玩得嗨吗？看太子哥哥斯斯文文的，要是跟你出去，肯定不好玩。见白千墨嘟着小嘴不说话，太子皱了皱眉，最后选择妥协。好吧，看在你给皇兄唱歌的份上，你想叫谁就叫谁一起。好耶，多谢太子哥哥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要去准备捉泥鳅的东西。不着急，用完晚上再去准备。哦，好吧。银儿这小子抽风了，他不是最讨厌孩子了吗？居然还抱着墨儿小丫头，确实有点像是抽风了。之前嫣儿靠近他都不行，一靠近就被他骂。父皇，儿臣就说嘛，宫宴的时候太子就没有表现出讨厌木儿丫头，说不定现在明儿还是讨厌嫣儿。父皇，儿臣答应了小老八，明日带他去捉泥鳅。明日儿臣不在宫里。行，带上嫣儿可以。太后和皇后眨了眨眼睛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她居然愿意带嫣儿一起出去玩了，真的假的？捉泥鳅怎么能少得了姑呢？姑也一起去，把小丫头捉泥鳅的样子画下来。白千墨嘴角微不可察的一抽，心里暗下决心，明天一定要注意形象，千万不能出糗。你自己有2个妹妹，你不带出去玩，来抢我们的八妹干什么啊？八妹要去捉泥鳅，难道我们不会带她去吗？太子看向叶慕林，眯了眯眼睛。你说什么？叶慕林没好气的道，没什么，八妹有我们7个哥哥带，你带小九就行。太子一脸得意，本太子只带小老八，小九只是同行，不需要太子带。被点到名的小九看了太子一眼，缩了缩脖子。谁稀罕你带了？本公主又不是3岁小孩，是要保护小八妹的。小九心里这么想，可也没胆子说出来。小九，你明日最好乖乖的，你要是敢惹麻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小九吓得低着小脑袋点头，不敢吭声。行了，快用膳，用完膳呀，去准备你们明日捉泥鳅需要的东西。小老八，你穿这么漂亮的衣裙去抓泥鳅，不怕把衣裙弄脏吗？太子哥哥放心，我穿了短裤，地方把长裙脱掉就行了，而且衣服也穿了哦。可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咱们要出发了。走了，出发了！
白阡陌刚想出门，2只金鹰就大叫着跑来。你们坐马车吧，我和七哥骑金鹰，2个大家伙要跟着去。好家伙，2只金鹰把脑袋往2个小家伙怀里钻，似乎是在埋怨2个小家伙出门不带他们，那眼里的委屈简直不要太明显。兄妹俩搂着金鹰的脖子安慰了一会儿，才爬上金鹰的后背。大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正在用膳的皇上一口饭依在了胸口处，不停地捶打胸口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水，王伯伯，您怎么了？没好气地瞪了白阡陌一眼。你不是保证没有下次了吗？啊，怎么还让小兔子开门？王伯伯，侄女没有唱小兔子开门呀，侄女唱的是大兔子开门。大兔子跟小兔子有区别吗？害得朕差点噎死，下次都不许唱了。啊，对不起，黄伯伯，侄女以后大兔子小兔子都不唱了。您看，侄女给您带了泥鳅哦。还算你有点良心，有好吃的知道，想着朕这个黄伯伯，就是你这一来就唱歌，差点把朕给害得吃不了泥鳅。黄伯伯，侄女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嘛，表现的大点好。墨儿丫头，这么大一块豆腐煮汤，不会是拿错了吧？黄伯伯，这道菜叫泥鳅钻豆腐，豆腐里面有泥鳅哦。哦，快端出来让朕尝尝。好吃，黄伯伯，你快尝尝。果然不错。墨儿丫头，今天抓了多少泥鳅？这么大一桶呢，我们还打了泥仗，皇祖父都跟我们一起玩。一桶泥鳅呢，才给朕带这么点儿，还不够你们2个吃呢。黄伯伯，多了拿不动的嘛，侄女不吃了，留给您吃，侄女吃别的菜。快吃吧，黄伯伯逗你玩的，多吃点。白阡陌点头，如小鸡啄米，眼睛笑得只剩一条缝，那模样可爱至极。和皇上用完晚膳，白阡陌和叶慕辰与皇上告别，还没到宫门口，就看到一个12、13岁的女孩正在呵斥宫女：“别跟着本公主，滚开！”小宫女一脸委屈，可又不敢说话，只能低着头任由女孩呵斥。白阡陌皱了皱眉，这个女孩她知道是皇上的女儿六公主叶映雪。华妹，我们绕开些，赶紧回家。突然，你们2个站住！叶慕辰和白阡陌假装没听到，继续往前走。叶慕辰，干嘛？你没听到本公主让你站住吗？六皇姐，你又没指名道姓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叫我？这里还有别人吗？3个字还没出口，就被叶映雪硬生生的吞了回去。因为旁边不远处，不知何时出现了几个宫女太监。六皇姐，你叫我干嘛？你们进宫来干嘛？跟你没关系。叶慕辰一脸生人勿近的态度。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你怎么说话我就怎么说话呀。本公主不想跟你说话了，告诉本公主，你们进宫来干嘛？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好处？给我10两银子就告诉你。那本公主就不知道了。给你10两银子，带本公主去你王府玩。不带，黄伯伯会打我屁屁的。小八妹妹，你就带我去嘛。听说太子皇兄带你去抓泥鳅了，我还没见过泥鳅长什么样呢，你就带我去看看好不好？咦，画风不对啊！白阡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就连叶慕辰也是一脸便秘的表情看着叶映雪。六皇姐一定是吃错药了。看什么看？叶慕辰高傲地看向宫门口，理都不理叶映雪。小八妹妹，你要是能带我去王府玩，给你一颗夜明珠。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。黄伯伯，侄女又回来啦。墨儿丫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侄女舍不得您啊，再回来看看您。真的吗？那你今晚就留在宫里吧。真的非常非常舍不得，但侄女不能留在宫里，还得回去学习呢。黄伯伯，侄女可以带六皇姐去王府玩1天吗？就1天。不能啊？为什么呀？黄伯伯，您就答应了嘛。侄女想跟六皇姐一起玩。黄伯伯，等明天就送六皇姐回来，侄女还给您带好吃的，好不好嘛？为了那颗到手的夜明珠不被还回去，白阡陌卯足了劲儿撒娇，皇上头皮都麻了。这小丫头奶萌奶萌的撒起娇来，连她一个一国之君都招架不住。你说的啊，明天给朕带好吃的，不许食言。黄伯伯，您答应了？朕答应了1天。好耶，多谢黄伯伯，那侄女就回去了。夜明珠到手了，去吧。白阡陌如一阵风一般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溜烟消失在皇上的面前。你们这是怎么啦？八妹，你干嘛要答应带他去王府？他去了王府准没好事。又没让你带
我去，就算去了王府，本公主也不想搭理你。那你干嘛非要去我家？本公主去四皇叔家，你管得着吗？叶慕辰正想反驳，白千墨奶萌奶萌的吼道：行啦，你们要是再吵，我就回去陪黄伯伯啦。八妹别去，咱们回家。走吧，回家了。哎，老六，你不去了吗？父皇同意我出宫了。王伯伯要是不同意，我敢带你出宫吗？也是。等等，你干嘛叫我老六啊？不应该叫六皇姐吗？你不就是老六吗？能叫答应就行了，管我怎么叫。叶映雪撇撇嘴：行吧，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。六公主跟着去王府，从今晚到明天，王府别想太平了。白千墨见他不开心，故意找话题缓和气氛。七哥，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假如女孩子晚上一个人被坏男人跟踪，想要图谋不轨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大声求救。那要是附近没人，大喊大叫，惹怒了坏人怎么办？只能拼命跑了。女孩子能跑得过男人吗？笨死啦！不能想办法自救？小八妹妹，那种情况下，你能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自救啊？当然有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白千墨一脸的恶趣味。老六，你不会武功，这个办法我就告诉你。如果有坏男人跟踪你，想图谋不轨，太恶心了吧！都要被人欺负了，还有可能没命，你还怕恶心？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当然是命重要了。小八妹妹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那万一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啊？有啊，直接躺在地上，全身抽搐、翻白眼、吐白沫，吐得越多越好。这能管用吗？怎么能不管用？七哥，你要是大晚上看到一个全身抽搐、口吐白沫的女人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干嘛要怕？对，你不怕，因为你不是坏人，但坏人看到就会害怕了。坏人本来就想图谋不轨，再看到女孩倒地抽搐、口吐白沫，他还敢动手吗？闹出人命可是要偿命的。我明白了。香蕉爱你，苹果爱你，统统拿来洗，统统拿来洗。你怎么出宫了？父皇知道吗？父皇知道。父皇知道就好，但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欺负小老八，我就扒了你的皮。我又不是傻子，小八妹妹带我出来的，不能欺负她吗？他声音虽然不大，但还是被太子听到了。只要老六不欺负小老八，其他的他可没那个闲心去管。太子哥哥，你要回宫了吗？对，哥哥要回宫了，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六公主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哥哥，哥哥帮你出气。太子哥哥，路上慢点，再见。太子微笑着揉了揉白千墨的小脑袋，这丫头不会又要来住一段时间吧？四皇叔、四皇婶，父王，莫非老六明天就回宫了？他用一颗夜明珠换女儿带他来王府玩一天，有好处就行，好好收着，回去休息吧。莫非那女儿回房间了？好，快去吧。白千墨和叶映雪刚回到房间，叶慕辰就端着一大盘炸泥鳅跑来了。六公主直接伸手就要去抓炸泥鳅，叶慕辰猛然让开，让他抓了个空。叶慕辰，你什么你洗手了吗你？本公主洗不洗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公主又不拿给你吃。你会把我和八妹要吃的泥鳅弄脏的，知道吗？老六，你还是洗了手再吃吧。师傅说了，不洗手就吃东西，会把病菌吃进肚子里，肚肚会疼的哦。白千墨和六公主洗完手，三人对着一盘炸泥鳅大快朵颐。小白妹妹，这就是你们今天去抓的泥鳅，还挺好吃的。咱们明天再去抓好不好？不去。去嘛，这么好吃的泥鳅我还没吃够呢，也没抓过泥鳅，我也……六公主话还没说完，门口传来九公主的声音：八妹练功去了。六皇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我就不能来吗？我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九公主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吭声，看得出来她很怕六公主。这个老六还真够刁蛮的，刚吃完炸泥鳅，要休息一下才能去练功。八妹，我和小敏先去后院练功，等会儿再来。好，你去吧，等会儿就过去。八妹，我先回房间去了。她也不愿意跟六公主待在一起。叶慕辰离开后，六公主又开始连哄带拐，哄着白千墨明天带她去抓泥鳅。你就带我去嘛，我所有的银票都给你。今天跟黄伯伯承诺，明天给她带好吃的。她实在是受不了六公主的软磨硬泡。你这身衣裙去抓泥鳅不合适，换洗的衣服都没带，真不能去抓泥鳅。不过咱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田螺。田螺是什么玩意儿？田螺就是螺丝，也很好吃的。好啊，只要可以出去玩，抓什么都不重要。可是出去的话，就我们两个肯定不行的，万一遇到坏人就完蛋了。七哥和小九还有小敏他们肯定要一起去，人多才好玩。
还得叫上我师傅。行吧，那就一起去。那我去跟我师傅说一声，你在此休息一下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小丫头，你这唱的什么呀？跟念经似的，能不能好好唱一首呀？可以啊。白阡陌唱起自己改编的歌曲。大大的天空挂着9个太阳，我的心却只念着朵朵的银票。想在路边太子买口香糖，却发现钱包里面有点紧张。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只要他的银子给我一点点。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只要他的珠宝给我一点点。哦哦哦哦，大大的天空挂着9个太阳。怎么搞的嘛？这丫头怎么又没银子花了？回去得给丫头拿点。这孩子什么时候出去把银子花完了？看来回去得多给他拿点。明白了，宝贝小徒弟没银子了，得出去给那些有钱人看看病，给宝贝小徒弟赚点银子。八妹没银子了，回去赶紧翻翻小金库，分点给八妹。怎么办呀？我也没银子，要不要回宫问父皇要点银子给小八妹？阡陌妹妹没银子了，问爹爹要点，放在身上，不要我爹爹给的银子，那我就帮他买东西。我的夜明珠和银票全都给你了，我没出去买过东西，怎么就没银子了？白阡陌怎么也没想到，因为他随口唱一曲改编的《我没有钱我不要脸》，大伙儿都想要给他塞银子了，真的就唱着玩的。抓了一会儿田螺，大伙儿打道回府。回到王府，很快4大盘田螺端到饭桌上，白阡陌伸手抓起一个田螺给大伙儿做示范，教大伙儿怎么吃。太后皱起眉头，丫头，干嘛还要先吸一口啊？皇祖母，这一口汤汁可是田螺的灵魂啊，太香了！皇祖母，您快尝尝。这看着黑漆麻黑的，能好吃吗？太上皇一脸兴奋，学着白阡陌的样子先吸一口，然后用竹签挑出螺肉，掐去内脏部位，就塞进嘴里。真不错，看起来不起眼，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香。丫头，你是怎么知道田螺可以吃的？皇祖父，这玩意儿穷苦老百姓们都会吃，只是大户人家的人没吃过而已，看着不好看又没多少肉，有钱人才不愿意吃这些玩意儿呢。可是他们却不知道，因此错过了多少美味的东西。这次终于不用张三丰他老人家背锅了。有道理，真的好吃。丫头，还有什么玩意儿味道我们却是没吃过的？那多了去了，比如猪下水啊、羊下水、野生蘑菇等等，好多东西其实都很好吃啊，只是皇家或者大户人家觉得那是很脏的东西，不会吃。那玩意儿臭烘烘的，能吃吗？什么猪下水、羊下水这些啊，就别想着吃了，那玩意儿姑可不愿意吃。不过你说的野生蘑菇倒是可以弄点来尝尝。可以啊，这段时间刚好是野生蘑菇生长的季节，明天早上咱们就去，边训练边采蘑菇。姑也一起去。不行，您不能去，采蘑菇要去深山里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而且早上露水重，您还是乖乖在家等着我们回来好了。还是姑的小乖孙孝顺呀。皇祖父，您都说了，孙女是您的小乖孙，小乖孙要是不孝顺，能叫小乖孙吗？嘿嘿。太上皇朗声大笑，心情内造一个愉快。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，清晨光着小脚丫，左边树林和山岗。小八妹妹，你吃过野生蘑菇吗？当然没吃过，我上哪儿去吃啊？那你怎么知道蘑菇好吃？我做梦吃过，嘿嘿，可好吃了。又是做梦，这丫头到底做过多少梦啊？那泥鳅和田螺，你也是做梦吃过才知道可以吃的吗？对啊，我厉害吧？小九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努力学认字，努力学武功，以后你还可以吃到更多你从未吃过的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哇，我闻到蘑菇的香味了啊！是有一股香味儿，这就是蘑菇的味道吗？快找吧。不过不能把有毒的蘑菇带过去，吃了会淌斑斑的。淌斑斑是何意？就是淌棺材板，死翘翘啦。那我不知道哪个是有毒的蘑菇怎么办？拿给我看呀。
不然你还想以身试毒呀？小九果断摇头。好啦，分开一些，找蘑菇去喽。小八妹，蘑菇长什么样啊？白阡陌拿起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个蘑菇图案。就是这样啦。小八妹快来，这里有一大片蘑菇。白阡陌闻声飞奔过来。这些蘑菇都是不能吃的。唉，好可惜呀，这么多蘑菇居然是有毒的。别可惜啦，快去别的地方找吧。救命啊，有蛇！却见到叶慕辰正拎着一条婴儿手臂粗的菜花蛇猛甩了几下，蛇就不动了。叶慕辰把蛇扔到一边，一脸淡然的道：这蛇没毒，怕是这么胆小还学武功呢，这段时间的武功都白学了。香儿，没事的，我也怕蛇，女孩怕蛇很正常，多见几次就不怕了。八小姐，奴婢记住了。骆九婴则穿梭在孩子们身边，一旦有孩子找到蘑菇，他就前去确认是否有毒。小八妹，快来看看这些蘑菇能不能吃啊？全是绿色的。快采，这个蘑菇可以吃，而且味道鲜美啊！发了我，快采！小九正要跑去采最大的一朵，别乱跑啊，小心把小的蘑菇采烂了，小的才好呢。不应该是大的才好吗？大的已经长开了，没有小的嫩，懂不懂？快采，这里的蘑菇能采一篮子了。小九，你运气真好，来继续去找，把这些蘑菇送到春桃背篓里去。好，你快去吧，找到了我叫你，我一定要找到多多的蘑菇，嘿嘿。快去吧，小八妹，快来！白阡陌提着篮子再次飞奔，来到小九身边。小九，你来的路上是不是踩狗屎啦？没有啊，我眼神那么好，怎么可能踩狗屎嘛？快采吧，这些蘑菇都可以吃。好的。两个小丫头埋头采蘑菇，很快又采了一提篮，决定亲自跟着小九。这家伙今天运气爆棚了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！小鹰大宝贝，救命啊！师傅，救命啊！空中响起两声嘹亮的鹰叫，眨眼间，两只金鹰从高空俯冲而下，勇敢地迎向大蟒蛇。两只金鹰的战斗力可不容小觑，扇动着的翅膀与大蟒蛇缠斗在一起。小九和叶慕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小八妹，吓死我了！就在这时，骆九婴一闪而至，在看到和金鹰缠斗的大蟒蛇时，墨儿，你们有没有受伤？师傅，我们都没有受伤，只是小九被吓坏了。你们走远一些，为师来对付这畜生。好，师傅小心。骆九婴心头一暖，微微一笑，抽出长剑迎向大蟒蛇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今天可是最棒的，不但找到那么多的蘑菇，还赢了大蟒蛇，真的很厉害哦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还记得吗？你上次连大白鹅都跑不过呢。今天居然跑那么快，大蟒蛇都没追上你呢。对了，我看到那么大一朵很漂亮的蘑菇，表面还闪闪发光的，我还没靠近蘑菇呢，大蟒蛇就从蘑菇旁边探出头来，吓死我了。小九，那蘑菇是什么颜色的？在哪儿？颜色有点红，但又不是很红，在一棵很大的大树下面。哇哦，有可能是好几百年的灵芝。七哥，你快去看看。走，去看看。走了2步，叶慕辰顿了一下，带上2只金鹰吧，万一再遇到什么危险就麻烦了。就在这时，骆九婴也把大蟒蛇解决了。师傅，小九好像发现了几百年的灵芝啊！在哪儿？快带为师去看看。就在那边。骆九婴直接抱起九公主，运起轻功飞掠而去。师傅居然抱着小九就飞走了。墨儿，你们就在原地等着为师，为师怕那边还有危险。知道了，师傅。他跑过来抱着雌鹰的脖子撒娇感谢。大宝贝，嘿嘿，谢谢你们及时来救我们。雄鹰看了叶慕辰一眼，高傲的扭头，把脑袋搭在白阡陌的小脑袋上。白阡陌松开雌鹰，伸手搂过雄鹰的脖子。你们太棒了，回去就给你们洗香香。1刻钟后，骆九婴抱着九公主飞掠回来，手里拿着一株褐色的灵芝。还真是大灵芝啊，发财啦！墨儿，这株灵芝的年份约莫有800年左右，可是难得的好东西。等回去，为师就把它交给你，你好好收着。多谢师傅。好了，再去采一会儿蘑菇，咱们找个地方训练一下，回家。好啊，师傅，今天收获不错，大部分都是小九的功劳。晚上炒个干巴菌给您下酒。干巴菌，徒弟比师傅懂得还多，肯定又是那个什么张三丰教的。
哦哦哦哦，大大的天空挂着9个太阳。八妹，咱们进宫去干嘛？当然是去叫黄伯伯和黄伯母来吃蘑菇呀！咱们今天采了这么多蘑菇，还有大蟒蛇肉吃，必须得叫上黄伯伯和黄伯母。哦，那小九，你要跟着去干嘛呀？去拿2套衣服。今天被大蟒蛇追，我的衣服都刮破了。刚进入宫门口，就遇到二皇子叶维初。哎，这小娃娃怎么看都比小九好看，软软糯糯的，好想捏捏她的小脸。叶慕辰唰的一下挡在白千墨面前。啊，不许欺负我的八妹！捏捏小脸就叫欺负？叶维初皱眉，把叶慕辰拉开，突然一把拎起白千墨扛在了肩上，直接迈步就走。白千墨吓了一大跳，条件反射的挣扎了一下，结果这挣扎，叶维初只能紧紧的抓住他的脚腕，他则大头朝下挂在叶维初的肩膀上。二皇兄，放我下来呀！不放！二皇兄，快点放开八妹！叶维初不屑地看了叶慕辰一眼，直接从一旁绕开。二皇兄，快放开小八妹，你这样她很难受的。滚开，没你的事！叶慕辰再次拦住叶维初，想让他放开白千墨，可叶维初直接忽略他，大步往前走，而且越走越快。二皇兄，快点放开我八妹，快点放开她！快放开小八妹！白千墨都快吐了。二皇兄，你快点放开我！不放！放我下来！不放！放手你就掉地上了。此时二皇子不是不想放，而是不敢放。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把白千墨放下来了。叶维初抓着白千墨的脚腕，让白千墨倒挂金钩的样子被御林军的统领见到，吓得他几个起落就来到了皇上的御书房门口。皇上，不得了了，小郡主被二皇子抓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等御林军统领回答，皇上就听到白千墨大喊：黄伯伯，救命啊！哎呀，这还了得！哎呦喂，朕的小乖乖，别怕，黄伯伯来了。父皇，儿臣把小嬷嬷背回来了。皇上赶紧伸手把白千墨接过来，白千墨顺势搂住皇上的脖子，下一秒迎接叶维初的是皇上的一个大逼斗，直接扇在他的后脑勺上。你是脑子缺根弦吗？有你这么背妹妹的吗？啊，看看他的脸都红成什么样了。叶维初揉了揉后脑勺，一脸尴尬。父皇，儿臣没背过小孩，儿臣知错了。没背过你不会抱吗？儿臣也没抱过。没抱过总见过吧？抱孩子而已嘛，只要不伤到小孩，拎回来不就行了？干嘛那么讲究？不过看着白千墨因为充血小脸通红，叶维初眼里闪过一丝愧疚。抱歉啊，小嬷嬷，二皇兄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背你，怎么抱你。那刚才我让你放我下来的时候，你干嘛不放？我不敢放手，怕把你摔了。白千墨翻了个白眼，算了，原谅你啦。一旁的叶慕辰和九公主一脸的气愤，他们可是担心了一路，就怕白千墨从二皇子的肩上掉下来，大头朝地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干嘛非要扛着他呀？让他自己走不行吗？父皇，儿臣只是想逗他玩玩。你这不是逗他玩，这是想吓死他，还想吓死你老子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父王，你能不能让下人在后花园给女儿挖一块空地？先告诉父王，你想要挖空地做什么？我要种菜，种一片蔬菜，咱们自己吃。行，为父现在就叫人去挖。需要什么种子？为父派人去找。父王，种子我自己找就行了。叶楚风点了点头。墨儿，这些银票你收好，喜欢什么尽管去买，挖完了来找父王，父王给你拿。父王，女儿有银票呀，您为何给女儿这么多银票？因为你是本王的女儿，本王想给，拿着吧。后天启程去嘀古城，身上多带点银票也好。父王，您就不怕把女儿宠坏呀？从你来到王府那天开始，就有那么多人宠着你，宠坏了吗？有点坏了，嘿嘿。叶楚风摇头失笑，如果是别的孩子，恐怕早就恃宠而骄，刁蛮任性了。可墨儿不同，越是宠他疼他，他就越感动，越懂事，懂事的仿佛经历过人生百态，根本不像一个天真浪漫的4岁孩子，让人忍不住心疼。他明明可以在王府过得很轻松很安逸，但他偏偏比任何一个孩子都要努力，不需要任何人监督，哪个时间段该做什么，哪个时间段该学什么，他都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这样的孩子会被宠坏吗？好了，去玩吧。为父吩咐下人去把地准备好。多谢父王。白千墨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只见7个哥哥都在房间里等着他，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些银票。哥哥们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7个哥哥同时把手里的银票递给他。阿妹，这些银票都给你，用完了就跟大哥说。啊，
不是呀，哥哥们，我有银票，你们快拿回去。刚刚父王又给了我好多，黄伯伯和小九也给了我不少了呢。他们给的是他们给的，二哥给你的你就收下，不许拒绝。没错，八妹，你记住，你是王府的八小姐，你有7个哥哥，你可以毫无顾忌的依靠哥哥，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，更不需要那么懂事，明白吗？八妹，三哥有的是银票，以后没银子了就跟三哥说，三哥给你拿。其他几个哥哥也全都将银票塞给白阡陌。白阡陌鼻子发酸，叶幕林一把抱起白阡陌，柔声问道：八妹，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大哥，我没事。别哭了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跟大哥说呀。人家感动吗？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这辈子才会遇到这么好的家人，遇到这么好的哥哥。小傻瓜，你可是我们唯一的妹妹，不对你好，难道对你7哥那臭小子好吗？哥哥对弟弟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还是说我这个弟弟是捡来的？八妹，快别哭了，哭肿了就不漂亮了。大哥，七哥嫌弃我。叶幕林瞪了叶慕辰一眼：你滚一边去！七哥开玩笑的啦。我知道，快把银票收起来，我们去喂精英吧。大蟒蛇肉应该烤熟了。我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好香啊！这味道太诱人了。王妃娘娘，您快去看看八小姐。墨儿怎么了？八小姐的脚从背后伸到后脑的位置，看着好像是受伤了一样。九公主还睡在地上呢。齐若霜和叶楚风一听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白阡陌的房间，见到2个小丫头的睡姿，夫妻俩忍不住嘴角狂冲。尤其是白阡陌，那身段不够柔软的话，这个姿势可以直接将她斩成2截。夫妻俩都是内力深厚的高手，从2个小丫头的呼吸声就能判断出2个小丫头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白阡陌睡梦中感觉到有人盯着他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就看到父王母妃正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父王母妃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九呢？小九应该是被你踹下床了。我这么野蛮的吗？白阡陌看了看地上的小九，我是怎么把他踹下去的？掉到地上都没摔醒吗？小九啊，应该是顺着被子滑下去的，没摔疼，所以没醒。墨儿，倒是你，差点把香儿吓死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父王，您说的什么如何做到？女儿干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吗？墨儿，你有没有感觉腰和后背不舒服呀？没有啊。就在这时，九公主迷迷糊糊的醒来。四皇叔、四皇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在地上？小九，昨晚墨儿有没有踹你啊？没有啊，我一觉睡到现在。不过我是怎么睡在地上的？小八妹，是你半夜把我踹下来的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睡觉不会这么不老实吧？不会真是我踹的吧？之前和老六一起睡，就把脚蹬他脸上，说不定真是我。你要是睡觉老实，还能把脚后跟搭在后脑勺上。脚后跟搭在后脑勺上，怎么做到的？这具身体的骨头这么软的吗？回过神来后，他立马劈个叉试试，结果劈叉轻松愉快。他又躺回床上，双腿往后延伸，身体再次成为 C 型，脚后跟轻轻松松地碰到后脑勺。叶楚风夫妻一脸震惊，小九直接石化了，白阡陌也石化了。自己没练过柔术啊，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居然毫不费力，要不要这么夸张？小八妹太厉害了，我也来试试。一字马没下到底，就疼得他大喊大叫。疼，好疼啊！他要躺在床上，学着白阡陌双腿往后延伸，却只能摆出半边括号的造型。小八妹太厉害了，你什么时候练出来的？练了多久？我天生的，没练过。没想到墨儿的身体如此柔软。凤哥，我听说有一种武功叫做缩骨功，这个武功应该很适合墨儿。要是能找到这种功法让墨儿练，以后就很少有地方可以困住墨儿了。为夫也听说过这种功法，之前尚未见过，我这就托人打听打听。要是真正找，无论花多大的代价，我也给墨儿弄了。多谢父王母妃。快起床洗漱吧，用过早餐就要出发了。起床，屁股沉了。父王，你们先走，和七哥跑步训练一下体力。有精英在，我们很快就能追上你们的。好，小心点。知道了。直到快中午，2人才爬上精英的后背，让精英带他们去追大部队。叶楚风他们已经进入了一处小镇，找了一家饭馆打尖儿。客官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先来10只烤鸡，10只烤鸭，烤鸡和烤鸭先上，其他把你们店的招牌菜全都上一份，不够再加。这些人看着也不像会饿肚子的人家呀，怎么跟8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准备？
备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准备。几位先坐。两个小乖孙怎么还不来呀？不会是找不到咱们了吧？不可能，这两只精英厉害着呢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咱们？放心吧，他们很快就来了。千梦妹妹他们来了，小八妹，我们在这儿。两声嘹亮的鹰叫声响起，眨眼间，两只精英就到了他们的眼前。等白阡陌和叶沐晨从精英的背上下来，两只精英直接飞上屋顶，不让陌生人靠近。等烤鸡和烤鸭上来，孩子们端着烤鸡烤鸭就跑到外面，找个角落喂精英。这么大两只驯化的鹰，要是能弄出去卖了，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中年男人等待下手的机会。然而白阡陌和叶沐晨把精英喂饱，两只精英扇动着翅膀飞上饭馆屋顶。白阡陌他们进入饭馆吃饭，根本没注意到对精英虎视眈眈的中年男人。中年男人咬牙去买了一只烤鸡，打算诱惑两只精英。如果能成功将两只精英诱惑带走，就不用费力用绳子绑了扛回去。快下来呀，下来给你们吃烤鸡。来，吃鸡腿啊，香喷喷的鸡腿。看呢，下面有个大傻子。无论男人如何引诱，精英都不为所动。精英大爷是你能诱惑的？烤鸡再次扔上屋顶，烤鸡猝不及防地砸在了为首大汉的头上。天上掉烤鸡？不可能啊！谁干的？给大爷滚出来！中年男人见到凶神恶煞的大汉，来不及多想，转身就跑。不跑吧，别人还不一定知道是他干的。抓住他！七哥，快点，吃完出去看看精英。哦，知道了。慢点吃，不用担心精英。要是精英有危险，为父的暗卫自然会出手。对哦，皇祖父和皇祖母同行，父王可能不怕暗卫暗中保护的。是你向老子扔的烤鸡？没有，小的哪有那个胆子？那你跑什么？我还敢跟老子撒谎？活得不耐烦了是吗？大爷饶命啊！小人真不是故意的。您看屋顶。嚯，那这么大的两只鹰，这回归老子了。大汉说完，搓了搓手，运起轻功，便飞上屋顶。精英大叫两声，展开翅膀飞到半空中。大胆狂徒，敢打精英的主意，找死！4名暗卫从饭馆背面出现，手里握着长剑，迎向大汉。老子看上那就是老子的。锵的一声，砰的一声，大汉重重地砸在了地上。一起上，杀了他们！精英大宝贝，有坏人，捉他们！雄鹰扇动着翅膀飞向大汉头顶，一爪子蹬在他的头顶上。干得漂亮，再来！看来是有人打两只精英的主意了，一起上吧，速战速决，别影响了吃饭的心情。咱们不用上，就那3个蝼蚁，暗卫能轻松解决。走，进去继续吃饭。行，走吧。漂亮，大宝贝加油！踹他，捉他！加油啊！精英加油，啄死他！两只精英配合相当默契，一只吸引大汉的注意力，另一只就搞偷袭。白阡陌和叶沐晨越是喊得大声，两只精英就越是兴奋，啾啾叫着，直接踹上了瘾。不仅踹，还逮着机会就啄上一口，啄得大汉头顶都秃了一片。4名暗卫对付大汉的2名同伙，简直不要太轻松，3两下就把两人打到按在地上摩擦。雄鹰看准时机，一爪子把他扔到地面上去，2名暗卫的长剑随即架到他的脖子上。别动，老实点！你们这是何意？何意？我来告诉你，这两只精英是我的。是你的又如何？嘿，不如何？敢打我精英的主意，反倒被我的精英干趴下，服不服？老子不服！那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不来！服不服啊？不服！白阡陌四下看了一圈，找来一根成人食指粗的木棍。服不服？不服！唰的又是一棍。服不服？大汉被抽得眼冒金星，脖子上架着2把长剑，又不敢乱动。服了，我服了，终于服了。七哥，我们回去吃饭。几个意思？合着这顿抽就是白挨的，抽我一顿就为了问我服不服？八小姐，这3人如何处置？白阡陌耸耸肩，做了个可爱至极的鬼脸，故意吐字不清道：我只是个10岁的小孩子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暗卫被白阡陌可爱的模样逗笑了。其中一名暗卫说道：八小姐，你们快去吃饭吧，这3人啊交给属下处理就行。3个对精英图谋不轨的男人被胖揍了一顿才被放走。安慰大哥哥这处置方式暴力呀，哥就是喜欢。那是他们活该，还想打咱们精英的主意，打他们一顿已经是便宜他们了。而那个买了烤鸡诱惑精英的中年男人并没有跑远，敢用烤鸡诱惑精英，胆子不小呀！大爷，小人知罪了，求您放过小人吧！滚！中年男人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离开。暗卫拍拍手，闪身消失。叶楚风一行人吃完饭出来，金鹰才从屋顶上下来。雄鹰叼着白阡陌的衣服，示意他看地上的烤鸡。白阡陌看了眼地上的烤鸡，烤鸡都脏了，
咱们走吧。雄鹰还是拽着白阡陌，固执的要让白阡陌看地上的烤鸡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大宝贝，你们可要记住了，以后凡是陌生人给的东西，一律不能吃。墨儿，看出来了没有？看出来了，师傅，烤鸡上面涂了。没错，我听明白了，原来金鹰是想找我告状，除了那3个人，还有人打他们的主意啊！啥？在哪儿？看我不废了他！七哥，不用找了，现在人应该早就跑了。还好咱们的金鹰聪明，才没有被坏人的烤鸡诱惑。哦，好了呀，下次别让我看到他，否则我一定废了他。好了，咱们该赶路了。诺儿，你们2个要坐马车，还是继续骑金鹰啊？继续骑金鹰，父王放心，我们不会离你们太远的。好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八妹，要不咱们给2只金鹰取个名字吧？是叫他们金鹰大宝贝儿，都不知道是叫雄鹰还是雌鹰。可以啊，你想给他们取什么名字？还是你来取，听你的。我想想，哦，这样，雄鹰叫金宝，雌鹰叫金贝，合起来就是金鹰大宝贝啦。很好听，就叫金宝和金贝，金鹰大宝贝。白阡陌搂着雌鹰的脖子说道：“记住了，以后你就叫金贝。以后呢，我叫你名字，你要第一时间出现，知道了吗？金贝。以后你就叫金宝，记住了，金宝是你的名字。我和八妹叫你的名字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金宝。”父王，前面有劫匪嘞！有劫匪你还这么兴奋？嘿嘿，父王知道劫匪的老巢在哪儿？劫匪来劫我们，咱们也可以去打击劫匪呀。咱们就去偷袭他们的老巢。有何不可？多老哥，你带着暗卫负责保护车队和我父皇母后，我和双儿带2个孩子偷袭劫匪老巢。没问题，不过就你们夫妻俩带孩子去偷袭，恐怕不行。万一劫匪老巢留的人多，我们胜算不大，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。师傅，偷袭不用去多少人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徒儿有秘密武器哦。什么秘密武器？毒蘑菇做的迷幻烟雾弹。丫头，你什么时候做的？为师怎么不知道？师傅，徒儿在半道上采了一些毒蘑菇，花了2个晚上研究出来的。丫头，又是梦里学会的？对呀，自己可研究不出来，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做，没想到真的做出来了，但效果如何还不知道。那就去试试，走吧。白阡陌和叶慕辰爬上金鹰的背，叶楚风夫妻运足轻功，跟着金鹰飞走的方向追赶。白阡陌和叶慕辰骑着金鹰飞到劫匪老巢的上空，将烟雾弹直接扔了下去。叶楚风夫妻也以最快的速度将烟雾弹扔进劫匪的房屋里，然后迅速撤退，烟雾四起，将整个劫匪老巢淹没其中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八妹！没想到你的烟雾弹这么厉害，好多烟雾呀！那是，医术不仅可以救人，还能杀人于无形。将来我也要像师傅一样，成为医武大能。我也要。八妹，从今天起，我要跟你一起看医书、学医术，一起学武功。七哥，你不是对医术不感兴趣吗？看医术就犯困。现在感兴趣了。好呀，那就一起学习。待烟雾散去，留在老巢的劫匪已经出现疯癫状态，迷幻药起作用了。白阡陌和叶慕辰从金鹰背上下来。七哥，走，发财去。莫儿别急，等为父和你母妃确认没有危险了，你们再进去。好的，父王。而此时出去打劫的劫匪才刚看到故意放慢速度的车队。山谷中的道路上，一块约莫1000斤重的大石头挡在路中央，劫匪一拥而上，举着大刀将车队围了起来。说吧，你们要劫财还是劫色？不对，是劫财还是劫人？劫财的话，只拉着一些女人的衣服，身上的银子不够吃一顿饭；劫人的话，都是些大老爷们儿，不会武功，劫回去当劫匪的话，这活我们还真干不了。少废话，把值钱的东西全都给老子交出来！你爷爷全身上下一个铜板没有，怎么交？嗨，老子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所有人都给老子下来，包括马车上的人。他们下来也没用，带银子的人去方便了，你们也真是的，那么着急出来。现在好了，带银子的人应该跑了。大东家的，他们好像真少了2个人。你不早说呀？离得太远，小的刚才也没发现呢。动手，不必留活口。动手，没了他们的武功，留他们的性命。下一秒，暗卫刷刷刷的从四面八方显现。与此同时，山上的叶楚风夫妻带着白阡陌和叶慕辰大肆搜刮劫匪的财物。白阡陌还趁父王母妃和叶慕辰不注意的时候，往空间里收了不少。将值钱的东西全都搬出去后，叶楚风一把火把劫匪老巢给点了，滚滚浓烟升腾而起，而那些中了迷幻烟雾弹的劫匪全被叶楚风废了武功，现在还处于疯癫状态。山下的骆九鹰带着暗卫将劫匪废了大半，一名被废了武功、腿受伤
张不能动弹的劫匪抬头看到浓烟，哦，大当家的，深圳方向好像着火了，撤回山寨。既然来了，谁都别想走了。不到20招，劫匪头领就被骆九婴废了武功，还断了一条腿。等叶楚风他们扛着洗劫而来的财物回到山谷，骆九婴他们已经将所有的劫匪放倒。皇祖父、皇祖母，师傅，我们回来啦！回来就好呀，告诉皇祖父收获如何呀？嘿嘿，收获相当不错呢。劫匪老巢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我们都带回来了。劫匪一听，如同五雷轰顶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出来抢劫别人，一个铜板没抢到，现在所有人都被废了，还连老巢都被人一锅端掉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王爷，这些人如何处置？他们已经被废了武功，相信以后也无法祸害他人，饶他们一命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风儿，这些财物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留给莫尔，莫尔是医者，以后难免遇到看不起病的穷苦老百姓。以莫尔的心性，不可能因为老百姓没有银子就放任不管。这些财物给莫尔，将来也是用在穷苦百姓身上。如此甚好，就给莫尔丫头留着。父王放心，这些财物女儿会全部都用在穷苦老百姓身上的。为父知道，走吧，继续赶路。王祖父，您也很淘气哦，咱们明天去赶海好不好？好，想去就去，本就是出来玩的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突然，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您别吓我呀，爷爷！摩尔丫头，前面有个老人，应该是突发急症，你随为师去看看吧。好的，师傅。我也去。走吧，一起去看看。爷爷，您醒醒啊！谁来救救我爷爷？哎呀，老人家已经死了。孩子，我是大夫，你先让开，我给你爷爷看看。少年茫然的点了点头，挪到一旁看着。骆九婴蹲下身子，手指探了探老头的鼻息，呼吸已经停止了。刚准备开口，丫头，没用了，他已经没有呼吸和脉搏了。师傅，或许还有救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能有救？咋的？这徒弟比师傅还厉害？就是这孩子看着才3、4岁，他能救人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白千墨检查完口腔，确定没有异物，随后取出一块手帕盖在老头的嘴巴上。师傅，徒儿需要您帮忙。怎么做？七哥，你躺地上。叶慕辰点头，毫不犹豫地躺下。白千墨告诉骆九婴人工呼吸的步骤。你这样微微抬起他的下巴，对着他的嘴巴吹气。叶慕辰一听，双眼圆瞪。八妹这是要对着我的嘴巴吹气吗？要是八妹的小嘴巴凑上来吹气，我该怎么办？等会儿会不会被父王抽筋扒皮呀？叶慕辰想到很多种被揍的可能，可唯独没有想到白千墨小嘴巴根本就没凑上去。啊呜，吓死他了！骆九婴没有多想，跪在老人的一侧，抬起老人的下巴开始吹气。好了，停下，找准胸骨中下段，用一手掌根部紧贴患者胸骨，另一只手别放在该手上，食指交叉，双臂伸直，掌握力度，不要太重，也不要太轻，这样一下一下的按，或许能帮助他恢复心跳。骆九婴虽然满脑子疑问，但救人如救火，先尝试救人，有问题过后再问也不迟。按压30次后，他又让师傅继续吹气，继续按压，反复几次后，躺在地上的老头猛地咳嗽起来，活了，活过来了，奇迹呀！八妹居然能让人起死回生，好厉害！师傅，这位老爷爷情况不乐观，还是您来施针吧。骆九婴点了点头，重新给老头把脉，然后取出银针开始施针。白千墨则将手伸进小挎包里，从空间里取出一小瓶速效救心丸，倒了2粒送进老人的嘴里，放在舌头下面含着。在速效救心丸和针灸的作用下，老人脸色逐渐恢复。多谢恩人，救命大恩无以为报，请受小老儿一拜呀！说完就要下跪，却被骆九婴拉住了。少年扑通一声跪在骆九婴的面前，多谢你们救了我爷爷。哎，不必如此，你等着，老夫给你爷爷写个药方，回去抓药服用，多休息，不可劳累。是，多谢大夫。师傅，还差什么药？麦冬4钱，黄芷6钱，丹参6钱。白千墨一一写下，写完后将药方递给少年。这是药方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，日服2次。谢谢。呀，这孩子太厉害了，这么小不但会治病，还能写药方，这孩子以后不得了呀！厉害，人家的孩子是怎么教的？怎么就那么厉害呢？3、4岁的小神医呀，了不起！晨儿，走吧。他老人家今天彻底被宝贝小徒弟给震惊到了，得赶紧回去问问他的小徒弟，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能起死回生呢？墨儿，刚才在大街上，那老头都已经死了，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，为何对着他嘴巴吹气，再按压胸口，他就能活过来？师傅，那个老爷爷是胸壁引起心脏呼吸骤停，处于假死状态，若及时进行心肺复苏，是有可能救回来的。心肺复苏
就是对着他嘴巴吹气加按压胸口。没错，对着他嘴巴吹气，再按压他的胸口，就是帮助他恢复呼吸和心跳。为师明白了，但又不太明白，当初在野外发现你的时候，你也没有了呼吸和脉搏，可当时没人给你做心肺复苏，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嘿嘿，徒儿也不知道耶。可能是徒儿命不该劫，去到阎王殿被阎王爷抓着扇回来了吧。小姑娘，你是小神医吗？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小神医？不是啊，我没那个本事能让人起死回生，我是人，不是神。抱歉啊，是在下唐突了。请问昨日在大街上救了一个老人的小姑娘，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人是我师父救的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是这样的啊，在下是提古城苏家的家，苏家主卧床，全城的大夫都看过了，说是死症，无药可治啊。昨日听说了你和你师父在街上救了一个老人家，便想请你和你师父去给苏家主看看，若能治好，苏家定当重谢。苏家主得的是什么病？为何全城的大夫都说是死症？是静症。莫儿，静症的确是死症，无药可救。唉，可惜了，苏家也是大户人家，苏家主为人也不错，怎么就得了死症呢？嘿，有赚钱的机会了，不就是破伤风吗？只要不是拖延的太严重，就还有机会救回来，只不过需要用到空间里的西药，需要注射抗生素，这种病中药难以治愈，所以才会被称为死症。苏家主现在出现了哪些症状？管家将苏家主的症状仔细的描述了一遍，白阡陌心下了然。还好，不是特别严重，还没到无药可治的地步，还能医治。莫儿丫头，你可是静症，是受伤后引起的疾病，根本就治不好。师傅，张三丰老爷爷告诉过徒儿，这种病能治。又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张三丰，虽然宝贝小徒弟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是有把握。王爷，苏家的实力提古城仅次于我司徒家，若是八小姐真能治好苏家主，苏家也会成为八小姐的一大助力。叶楚风点了点头，虽然莫儿不是男孩，也没有必要去争权力地位，但叶楚风夫妻就是心疼这个捡来的女儿。若莫儿真能救苏家家主，那就救，让苏家欠莫儿人情，将来莫儿遇到困难，他苏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莫儿，那就先去看看，能治就治，不能治也没办法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为父都支持你。去看看，如果症状真如这位管家所说，那孩儿就有把握。多谢小小姐，还请小小姐移步苏府。走吧，现在就去看看。老夫陪莫儿去就行。我也陪八妹去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们准备好吃的，等你们回来。大少爷，老奴把小神医请来了。苏夫人带着她的孩子就要给骆九婴师徒下跪。苏夫人不必如此，先去看看苏家主的情况吧，若是能救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小姐姐快起来吧。谢谢。别客气啦，先带我们去看看病人的情况吧。大夫，这边请。师傅，徒儿需要您的帮忙。需要为师做什么？所有人都必须出去，您帮徒儿守住门口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打扰徒儿。莫儿丫头，有把握吗？有，但前提是任何人都不能来打扰。好，为师替你守住门口。苏夫人，想救苏家主，就按老夫的小徒弟说的做，你们都出去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。我可以留下来看着爹爹吗？我保证不会打扰到大夫。不能，除非你不想救你爹。青儿，我们都出去吧，希望你爹爹能平安无事。求求你，一定要治好我的爹爹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全力的。要是治不好，我把我爹让给你。丫头啊，你打算让出白将军还是王爷呀？好了，快出去吧，可舍不得把我的爹爹让给你。哦，对了，去熬些粥来，熬得越化越好，最好是用石磨把米碾碎，直接熬成米浆。好，我这就去熬粥。等所有人都出去后，白阡陌立马从空间里取出药，开始给苏家主治疗。白阡陌疲惫地打开房门。莫儿，怎么样了？今天的治疗差不多了，但一下子肯定治不好，明天还得继续。这可是死症啊！莫儿丫头居然有办法医治，那个张三丰到底是何来头？太不可思议了。苏夫人，从脉象上看，苏家主的情况在逐渐好转，不用太担心。好了，今天的治疗结束，苏家主需要隔离治疗，你们留一个人看着就行。有什么问题就去司徒家找我，明天我和我师傅过来继续给苏家主治疗。多谢小神医。是真的吗？我爹爹不会死了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能治好我爹？
爹爹。那是当然，我说过了，要是治不好你爹，我把我爹让给你，你觉得我舍得把我爹让给你吗？放心了，爹爹不会有事的。紧接着，白千墨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苏夫人一一记下。母亲，女儿好想你。母亲也很想你，快让母亲看看，出去了1个月有没有瘦了？没有啊，胖了呢。母亲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的好朋友苏婉清，是提古城苏家的大小姐，她好厉害的，做饭可好吃了。聂文静对着苏婉清微笑点头。白夫人好。四妹妹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还给你们带了礼物哦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白芊芊眼里闪过一丝嫉妒，又很快隐藏起来。她就是想不明白，她长得也不差，为何王府的7个公子都只愿意围着白千墨？为何她的身边总是有那么多人？出去一趟回来，她的身边又多了一个长得那么好看的苏婉清，还是什么大小姐？她故意笑着走出来。四妹妹，你也真是的，带朋友回来也不知道招呼你的朋友坐下。你可是咱们将军府的4小姐，怎么如此不懂礼数啊？白千墨微微皱眉，这语气听着就让人不舒服。你才不懂礼数呢，小八妹才4岁，你呢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10几岁了吧？怎么都不知道招呼我们一声？你的礼数呢？我这不是刚出来吗？你出来不是先招呼我们，而是指责本公主的小八妹，自己都不懂礼数，你有资格指责小八妹？再说了，小八妹也才刚刚进门，1个月没见母亲，和自己母亲亲近一下，难道不应该吗？要你多管闲事，再敢说本公主的小八妹，本公主咬死你！本世子的八妹用不着你来说教，要说懂礼数，八妹比你不知好了多少倍。青儿，不会说话就闭嘴，你妹妹才多大，我看她比你懂事多了。白千墨原本也给白芊芊准备了礼物，此时却不愿意给她了，只是取出一串珍珠项链，亲手戴在聂文静的脖子上。白芊芊眼巴巴地看着白千墨，期待白千墨送给她的礼物，却没想到白千墨连看都不看她一眼。聂文静吩咐下人准备茶点，全都围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唯独白芊芊没人搭理，就连白千雪和白千灵都不搭理她。其实自从姐妹3人对抗白老夫人，聂文静就开始苦口婆心的教3姐妹，企图把她们掰正。可白芊芊都是左耳进右耳出，根本就是什么都没听进去。搬离原将军府，她就再也不担心父亲续弦。聂文静说教她，她还会觉得很烦。白千雪和白千灵年纪稍小一些，离开白老夫人，他们对父母就比较依赖，也很听聂文静的话。那项链真的好漂亮啊，4妹妹却没有给她。聊了约莫半个时辰，白千墨与母亲告辞，返回王府，直到离开都没有把给白芊芊准备的礼物给她。白千墨一走，聂文静就对着白芊芊一顿说教，才让她滚回房间反省。白芊芊就气恼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生闷气，越想越难受。为什么母亲和妹妹都给了礼物却不给我？就是说了她一句不懂礼数吗？居然所有人都指责我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可恶，所有人都针对我，太可恶了。白千雪和白千灵经过白芊芊的房间，听到白芊芊压抑的声音，白千雪拉着白千灵赶紧溜走。他们可不想当大姐姐的出气筒。回到王府的白千墨也没把白芊芊放在心上。然后洗刷刷洗刷刷，哦洗刷刷，哦洗刷刷洗刷刷。皇上狠狠一怔，猛地站起身，请你拿了我都给我送回来，吃了我都给我吐出来。这歌听着像是来要债的。黄伯伯，我回来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是挺意外的，但惊喜没有，有惊吓。什么叫吃了你的给你吐出来？你是来要债的吗？绝对没有，侄女是来送礼的。送礼的你正唱讨债一样的歌，重新唱一首。好嘞，小小的人呐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，小小的魂呐，假不正经呐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。皇上听得入迷，歌声戛然而止。怎么不继续唱了？黄伯伯，你还没充会员，给你的2000两银子1个月就花完了。嘿嘿，没有啊。没有你还要银子？侄女只是想逗您开心一下嘛。接着唱。我是谁家那小水，神枪赛过火力溃，马军撒过猛张飞。跟念经似的，不过听起来还蛮欢快的。你的礼物呢？都给您唱歌了还要礼物啊？你给朕送礼就是给朕唱这首歌，那可不行，至少得唱3首。不唱，坚决不唱。黄伯伯，您把眼睛闭起来，把手伸出来。白千墨从小挎包里取出一个很漂亮的
海螺号放在皇上的手心上。王伯伯，您以后要是想侄女了，就吹响这个海螺号，侄女就会赶来看您了。皇上睁开眼睛，看着手里漂亮的海螺号，忍不住拿起来吹了一下。海螺号的声音响起，还不错，声音蛮响亮的。那是必须的，这个海螺号可是侄女亲手做的呢。皇上微微挑眉，脸上没表现出太多表情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皇上顺手带出来一颗鸽子蛋大小的红色宝石，悄悄塞进了白阡陌的小挎包里。给八妹红宝石，为何还要偷偷摸摸的？黄伯伯，侄女去看看黄伯母和老六。去吧，嫣儿留在这里，正要跟他说几句话，等会儿再来叫他。你的几个哥哥不适合去你黄伯母寝宫，就留在朕这里。好的，黄伯母，侄女来看您啦。沃儿，黄伯母，侄女好想您哦。白阡陌将手伸进了小挎包，取出一条珍珠项链，亲手为皇后戴上。皇后抱着她进入内室，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了一颗夜明珠，塞进她的小挎包。黄伯母怎么好意思呢？你会不好意思吗？一脸的财迷相，收着吧。王伯母之前答应给你的奖励，现在给你了。多谢黄伯母，侄女还给老六准备了礼物呢。那侄女去找老六啦。别去，你别单独去找雪儿，黄伯母派人去把她叫来。黄伯母，是不是老六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算是出事，就是被他的母妃禁足了。为什么呀？其实黄伯母也不是很清楚，但听宫女说，好像跟你有关。跟侄女有关系？可是我1个月都没在京城，怎么就跟我扯上关系啦？等会儿黄伯母让他过来，你问问他吧。好吧，真是躺着都中枪，莫名其妙。六公主跟着皇后的贴身宫女赶来，儿臣给母后请安，母后万福。起来吧，雪儿，你母妃为何禁你的足啊？为母后，儿臣作画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把小八妹妹画了出来。老六，你没事画我干什么啊？小八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老六，你想累死我呀？放开我，我要断气了！不要，让我抱一会儿。那你松开一点，我快不能呼吸了。叶映雪这才稍微松开了一些，却舍不得放手。就是想你嘛，你一去就是1个月。抱了好一会儿，六公主才放开白阡陌。说吧，你没事画我干什么？我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太想你了，不由自主就把你画下来了。然后呢？我画了咱们出去玩的画面，被母妃看到，她就说我整天只想着去玩，不好好学习琴棋书画，然后就把我禁足了。哈？学习也要劳逸结合的嘛，只学习不娱乐会变笨蛋的。好啦，别难过啦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，可是我亲手做的，给你戴上吧。六公主看着粉色的珍珠项链，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雪儿，本宫是如何教你的？你很缺串式吗？六公主后背一僵，猛地转身，吓得缩着脖子不敢吭声。惠妃几步走到六公主面前，气愤的一把将六公主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抽断，珍珠散落，掉了一地。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妾身教训自己的女儿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惠妃娘娘，六皇姐做错了什么，惹您发那么大的火？做错了什么？还不都是因为你。雪儿之前乖巧听话，自从跟你出宫后，整天不好好学琴棋书画，就知道发呆，整天想着出宫去玩。本宫可不希望雪儿像你和九公主一样，整天无所事事。惠妃，你闭嘴！什么叫墨儿和小九整天无所事事？墨儿哪儿不如雪儿了？她才4岁，唱歌跳舞画画样样都会，还会医术，她差哪儿了？小九怎么就无所事事了？她每天跟着墨儿学认字，还学武功，她哪儿差了？倒是你，整天逼着雪儿学这学那的，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不给。难道你想把她逼疯吗？皇后姐姐，您这话是何意？雪儿是妾身的女儿，难道妾身就不心疼她了？她已经13了，再过2年就及笄了，现在不学，您让她什么时候学？惠妃之所以一个劲儿的逼着叶映雪学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就是怕她及笄后被皇上送去和亲。她希望把叶映雪培养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，这样的话，皇上就应该会心疼她，舍不得送去和亲。皇后岂会不知道惠妃的那点小心思？惠妃，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皇上就只有雪儿和嫣儿2个女儿，怎么可能舍得将她们送去和亲呢？你如此逼迫雪儿，你就不怕把她逼得离你越来越远吗？惠妃娘娘，侄女跟你做个游戏如何？您和六皇姐之间虽是母女，但也如同这根皮筋一样，您拉得越紧，皮筋越容易断。还有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和六皇姐其中一个人放手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伤到没放手的那个人。六
六皇姐是黄伯伯的女儿，是公主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她是应该学习，但不管学什么都要劳逸结合，而不是一味的逼迫，逼得太紧，反弹的力道就会越大。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，而今天跟他说这话的却是个4岁的孩子。妃娘娘，六皇姐是跟着侄女出过2次宫，但那是她最开心的2天。您只知道让她学习，可否关心过她脸上的笑容？六皇姐是公主，但也是个尚未及笄的孩子。您现在逼她学琴棋书画，是为了什么？惠妃娘娘，您也是女人，辈子为了取悦别人而努力，但您是否想过，您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您过得开心吗？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，但身在皇家的女人，哪个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努力？你懂什么？你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还不是一样为了取悦别人而学医，还不是一样为了取悦别人而给别人送礼物？妃娘娘此言差矣，侄女学医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，不希望将来自己身边的人病了痛了，我自己却束手无策。至于送礼，我的礼物只送给我在意的人。惠妃这才发现皇后脖子上也戴着一条珍珠项链，而六公主双眼红得可怕，她瞳孔一缩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，真的误会了小郡主。但她的身份让她抹不下面子去给自己的女儿和白阡陌道歉，她只是蹲下身子和白阡陌一起捡掉落在角落的珍珠。别难过了，串事断了，还可以重新穿起来。母妃，您怎么可以这样？儿臣就只有小八妹妹这一个朋友，您怎么可以毁了小八妹妹送给儿臣的礼物呢？小八妹妹说的，您真的想过儿臣需要的是什么吗？您顾虑过儿臣是否开心吗？儿臣今年13岁了，出过几次宫，身边除了您安排的宫女，皇兄他们都不愿意靠近儿，好不容易有小八妹妹这一个朋友，难道你也要让儿臣和她划清界限吗？雪儿，跟母妃回去。叶映雪一脸失望的摇头。雪儿，母妃以后再也不逼你了，走吧，跟母妃回去，去收拾2身衣服。你跟木儿出宫去玩几天。母妃，您说什么？您让儿臣跟小八妹妹出宫玩几天？去好好玩吧。六公主笑了，这是第一次在她的母妃面前笑得如此开心。惠妃娘娘，您不怕侄女把六皇姐带坏了？你说的对，本宫不应该把雪儿逼得太紧。其实她出宫去回来后的几天，学习都很认真，看得出来她心情很好，是本宫一直以来忽略了她的感受。您这么想就对了，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，都需要劳逸结合。您看黄伯伯天天上朝处理朝政，还不是要时不时的放松一下？好，以后本宫就让雪儿多出宫走走。惠妃娘娘，您的手怎会如此冰冷？一直都是这样吗？以前没有，是最近这2个月才会觉得手脚冰凉。太医给本宫把过脉，说是气血不足。哎呀，喝了2个月的药了，却感觉没什么用，整天都觉得乏力、头晕、头痛，而且还经常心慌。根据惠妃描述的症状，白阡陌确定了惠妃是缺铁性贫血。普通贫血和缺铁性贫血的治疗方法不同，所以太医开给惠妃的药才会不起作用。木儿，怎么样？本宫这症状是气血不足吗？的确是气血不足，不是普通的气血不足，您这个症状叫萎黄。惠妃娘娘，您带六皇姐回去收拾衣物，侄女去太医院给您配点药。惠妃娘娘，您放心，侄女不让您喝汤药，给您做成药丸，温水送服即可。好，木儿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小事一桩。木儿丫头，黄伯母带你过去吧。多谢黄伯母。下官恭迎皇后娘娘。免礼，起来吧，本宫陪小郡主来配点药。小郡主需要什么药，你只管拿给她便是。下官遵命。多谢太医，我需要红枣1斤，当归9钱，白芍6钱，枣凡9钱，白术6钱，白术6钱，陈皮3钱，厚朴6钱，槟榔9钱，红枣去核储入泥状，其余药物盐粉掺糊混匀，复形为丸，可药丸2钱。好的，小郡主，您稍等，下官这就去准备。有劳了。把药材准备好，太医又忙前忙后的，
帮着白阡陌制作药丸。小郡主，你做这个养血丸是给谁吃的？给惠妃娘娘啊，她得的是尾黄，不是普通的气血不足，用养血丸加食补，效果才会更好。惠妃娘娘，这个药一天吃3次，平时啊多吃点猪肝、鸡蛋、香蕉。好，本宫记住了，多谢小郡主。客气啊，不早了，侄女该回去了。皇伯母、惠妃娘娘，侄女改天再来看望你们。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皇伯母放心，侄女的7个哥哥还在黄伯伯的寝宫等着呢。老六，咱们走吧。2姐、3姐，出什么事啦？四妹妹，母亲病了，你快回去看看母亲吧。大姐呢？我们之前请别的大夫给母亲看过，大夫说母亲得的是伤寒，根本就治不好，还会传染给别人。大姐就跑回自己的房间，无论如何也不出来。母亲也得了伤寒，会不会京城还有更多的人得了这个病？师傅，徒儿需要您的帮忙，您帮徒儿准备一些小瓷瓶，多准备一些。徒儿怀疑京城即将爆发伤寒了。好，此事交给为师，你快去看看你母亲。多谢师傅。傻孩子，咱们师徒之间不必如此客气，快去吧，让你7哥陪你去。2姐，母亲现在很严重吗？不是特别严重，但我看母亲很难受的样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2姐、3姐，母亲的病我能治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别学白芊芊一样狼心狗肺，否则一旦你们也感染伤寒，别怪我见死不救。俩姐妹急忙点头。四妹妹，你放心，我和三妹绝对不会像大姐一样，我们会照顾好母亲的。哼，大姐，她也配？连母亲都不管的人，有何资格当大姐？以后我不再叫她大姐了。一路上，白阡陌的脸色都不好看，心里很是担心，就怕京城大规模爆发伤寒。毕竟这种流行性感冒传染性极强，若是大规模爆发伤寒，事情就棘手了。墨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快出去，回王府去，母亲的病会传染给你的。母亲，您就放心吧，女儿可是骆大夫的徒弟，也是一名大夫，女儿就是来给您治病的，不用担心您的病会传染给女儿。我能不担心吗？大夫已经来看过了，说是伤寒会传染的。你们都听话，快点出去。母亲，女儿是骆大夫的徒弟，可不能砸了师傅的招牌。师傅说能治就能治，师傅已经把药让女儿带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女儿还能骗您不成？白阡陌说完，走进屋给聂文静检查，症状不严重，白阡陌用药就温和了一些，用的是中成药。母亲，您好好休息，女儿有事要去王府，过一会儿再来看您。孩子，母亲知道你很忙，我没事，你去忙吧，不用担心我。白阡陌嗯了一声，扭头吩咐白千雪和白千灵照顾好母亲，他则和七哥赶回王府。骆九婴已经准备了很多小瓷瓶，从空间里取出抗病毒口服液，将抗病毒口服液拆开，全都装进了小瓷瓶里，直到将小瓷瓶装满，白阡陌才将抗病毒口服液的包装全都收进空间。紧接着，白阡陌又裁了许多纸片，将双黄连颗粒一包包的拆开，包在纸片里，随后又包了不少其他治疗感冒的药，用笔算上记号，最后将包装和所有准备好的药送进空间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白阡陌才打开房门走出去。墨儿，药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走吧，跟为师出诊去。师傅，还是伤寒？对，还是伤寒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师傅，开剂麻黄汤，让王府的人都喝一些，预防伤寒。徒儿再去准备一些药，刚才准备的这些恐怕还不够。药方为麻黄2钱，桂枝2钱，黄芩1钱2，连翘1钱2，杏仁2钱，苏叶2钱，陈皮2钱，半夏1钱8，茯苓2钱4。若有头痛症状的，加柴胡2钱，羌活1钱2。好，为师这就去亲自抓药。